欢迎来到星星频道，请点击订阅并关注，获取最新资讯。王楚然新剧角色大变样，从白周姐到于姐实现翻盘，网友直呼演技有说服力。近段时间，围绕着竹玉与成合体统的舆论风波不断发酵，而演员王楚然也意外成为讨论焦点。从曾经被群嘲的白周姐，到如今因角色于婉音而重新获得认可，她的演艺轨迹仿佛上演了一场现实版的逆袭剧。2年前几乎被网络舆论压得抬不起头的演员，如今却凭借一部小成本穿书题材剧集重新赢得观众掌声。这样的反转，甚至让不少网友感叹，剧情的发展比宫斗经典《甄嬛传》还要曲折。回顾王楚然早期的演艺形象，美几乎是她最鲜明的标签。172厘米的高挑身形，冷白皮肤与修长比例，使她站在那里就像一幅古典仕女画。她在多部古装剧中的扮相确实惊艳，例如曾在《清平乐》中饰演张贵妃，以及在《玉骨遥》中塑造的白雪露角色，都拥有极高的颜值辨识度。然而，单纯的美貌并没有转化为稳固的观众认可度。许多观众评价她的角色看过就忘，认为她更多停留在古偶花瓶的层面，角色存在感不足。但在成合体统中，她所饰演的于婉音却展现出完全不同的气质。这个角色设定颇具新意，一名现代社畜意外穿越成为妖妃，外表冷艳高贵，内心却充满吐槽与自嘲。角色本身自带强烈反差，而王楚然恰好将这种矛盾气质发挥得颇为自然。她既能在红衣华服中展现出妩媚与气场，又能在一些略带喜剧感的桥段里显得胆小又可爱。这种从冷艳到沙雕的迅速切换，让观众第一次感到她的表演具有真实层次，而不是单纯依靠外形支撑。不过最狠的一场戏是藏书阁落泪，那单滴泪悬在睫毛上的时候，小桃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。这不是偶像剧式哭法，是那种倔强和破碎混合，漫画级别的痛感，再加上盟友被害时，他眼神防备瞬间崩塌，念出名字眼眶直接发红。所谓未落泪先见痛，全在这一刻。观众看完只剩一句：以前觉得它是花瓶，现在发现花瓶里装的是烈酒。这话绝对不是恭维，是翻车后才配有的尊重。其实王楚然这次逆袭最精明的一招，就是把自己3年前那点黑料完成了梗。还记得他翻白眼风波吗？当年我的人间烟火刚播，他因为高度近视导致眼睑痉挛，干眼症，被造谣成耍大牌翻白眼，全网跟风踩。资源咖白周姐，商务合作直接断档。这次主创很绝，把王楚然真实生理特征直接写进于婉音台词，被群嘲时于姐自黑，天生臭脸，眼部痉挛并非针对谁，还望姐姐们体谅。你说尴尬不尴尬？但转念一想，这才叫正面硬刚，把遮羞布扯烂。而且不仅台词狠，他表演也带劲，被围攻时低垂眼帘，嘴角微撇，一副你们随便误会，我懒得解释的疲惫劲儿。接着又用夸张眨眼和机械复读来化解气氛，这种幽默比什么律师函、小作文有用多了。微博那天王楚然用角色给自己辟谣，阅读量直接爆表，上亿人围观。不少网友开始整理片场花絮，看他滴眼药水视频，还有专业眼科博主下场科普高度近视到底啥样。舆论风向说变就变，从群殴到集体道歉，有人直言当年跟风骂过，现在华贵道歉，讽不讽刺？说到底，娱乐圈最怕什么？不是没黑料，而是没人脊梁骨。有人欲事先甩律师函，
有人连夜删热搜，而王楚然用作品回应，把黑点练成角色 buff， 不洗白，不拉踩，就静悄悄等着观众自来水。这格局，你敢信？再聊聊更深一点的问题，演员和角色到底谁拯救谁？于婉音原本就是炮灰设定，被作者写死没商量，但这个角色偏不信邪，用现代思维硬生生逆天改命，一边 Excel 分析潮局，一边 KPI 规划生存路线，从棋子熬成执棋者，说难听点，比很多现实打工人还清醒。与此同时，王楚然本人呢？那几年被全网嘲笑资源咖，接戏没人信福利，代言撤单，路演抵制通通砸头上，可他没哭天喊的，更没消失跑综艺赚快钱，而是5个月扎进组里，每天写角色日记，下戏后还用于婉音口吻续写结局，让角色穿回现代找工作逛超市，把所有委屈和倔强都酿进一个虚构人物的骨血里。你以为演员都能这样拼吗？真没有，大多数流量碰到这种待遇早跑路或者卖惨直播去了。但王楚然坚持默戏，坚持直播时谈角色谈到泪目，说分不清戏里戏外，其实很大程度是在疗自己的伤。这也是为什么当剧中于婉音放话，既然都说我是一代妖妃，那就妖给他看。现实中王楚然也用实力回应，既然说我只有脸，那就用演技打你们的脸。于是网络上一大波对不起王楚然的话题爆起来，可见真正牛逼的演员，不靠营销，不靠洗白，全凭本事让大众闭嘴。有趣的是收官那天，他发长文告别角色，其中那句小桃印象特别深，愿我们都能像于姐一样清醒而坚定地活成自己。简单一句，却道尽多少演员漂浮与挣扎。如果2年前她还是那个泥里打滚翻白眼女星，现在已经凭演技坐稳热搜 C 位，于姐变成人设标杆。这一路逆袭，没有公关团队保驾护航，没有资本控评托底，只剩作品和演技实锤，没有滤镜可碎。最终怎么说呢？每个演员都会遇到低谷，但不是每个人都能熬出头来。当荧幕上的于婉音喊出无道不孤，镜头外那个曾被嘲到骨子里的姑娘，也终于听到了属于自己的掌声。所以娱乐圈真残酷，也真公平。你想骗观众1次可以，2次3次迟早翻车，但只要你真的在进步，总有人会为你鼓掌喝彩。